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大马番薯日记之新加坡就职系列的第2集。那么其实今天的拍摄呢，第1集是还没有出的啦，第1集是在明天，也就是礼拜5的晚上8点半就会出来。这支影片播出的时候，你们应该是已经看了的，但是我现在是不知道那个 view 好还是不好啦。但是这个系列我还是坚持要拍下去，因为对我来讲是一个自我内心的探讨。今天呢，我要带你们去的是我在大学出来过后进新加坡工作的第1间新加坡公司。然后这个公司呢，其实蛮特别的，因为机缘巧合之下基嫂也是有在那边做过工的。你在那边做工的时候是2010几年啊？2017啊？那其实是我已经 resign 了过后啦，基嫂才 join 这间公司的。这样子的话，就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在这间公司的时间点，就是整个 timeline 我有写下来啦。其实讲真的一下子这样子讲回去的话是不记得的。那其实呢，我在2011年就已经完成了我的大学的实习，然后也就是在2011年的6、7月这样子啊，对，我就开始去找工啊。在2011年的10月头收到电话，就是 offer 我这个 position。等一下我会给你们知道是什么 position。然后就在2011年的10月25号呢，我就正式拿到了我的人生中的第2张 work permit。第1张 work permit 就是我在大学之前上一支影片有提到的啦。过后呢，下一个时间段就是在2012年的8月份。2012年的8月份，因为我的 work permit 过期了嘛，我就直接申请了 employment pass。再来就是2012年的2月20号，我就是从所谓的 voice team transfer 去 non voice team。那时候是刚刚完成了我的 probation period， 对对对，然后就直接去到 non voice。这个 voice 跟 non voice 等一下我会跟你们解释我在里面是做什么的。然后呢，就在2012年的3月8号正式成为了 permanent staff。我是在2011年的11月啊正式 join 他们这样子啦。然后就在这个时间点正式成为了 permanent staff。在2013年的时候呢，也是以这间公司的名义申请了我的 PR， 但是最后不成功。再来就是2013年的2月有第1次的 salary increment，increase 了一个50块，但是那时候 increase 了过后的薪水呢，我这边就不会多讲，等一下我会在影片里面提到我的起薪到底是多少。然后呢，在2014年的2月就有了第2次的 salary increment， 这一次 increase 是比较多的，也就是212块。最后呢，就是在2014年的6月11号啦，我就正式丢信了。然后也在2014年的7月10号就成为了我在这间公司的 last day。基本上呢，这个就是我整个就职生涯的时间点在这间公司里面的。那么现在我要出发到新加坡，带你们去看一下我之前在那边住的地方啊，还有这间公司的地点，我在公司里面学到什么，做了什么，感受了什么。Let's go。是巴亚雷巴，讲真的巴亚雷巴真是变很多，你们看，好多高楼啊！我记得我12年前呢来这个地方的时候这些屋子全部都是没有的，这个也是没有的。那我之前呢生活的地方就是介于巴亚雷巴，就这个 area 跟我之前第1间公司。每天就介于这2个地方而已，生活圈子非常的小。这条呢是我从 MRT station 一出来每天都会走2次的路，一个就是从我住的地方这样子来，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从 MRT station 这边走回去，每天会经过这里2次。这里面以前还可以来这边买那种日常用品，现在已经没有了。我来的时候就是12年前这边还有的。但是这个 mall 是没有的，现在又起了一个新的 mall， 蛮久了的。现在我要带你们去的是我以前生活的 area， 就在前面前面有一个邻里组屋区。我第1次住的房间呢就在那边了。这边也是我以前几乎早上跟晚上都会待的地方。这个是一个熟食中心然后给你们看一下我以前每次吃的是什么。就是这个角头的这一档这边以前呢是酿豆腐，现在应该还是酿豆腐吧？没有换了。
变成咖啡了。这有一个酿豆腐的一间。还有呢，我之前最常吃的东西就叫做梅香鸡饭，还有吗？哦，没有了嘞，跑哪里去哦？确定多一次。哇，真的没有了嘞。这边就是 Hack Road 啦，对。对啦，就是这边啊。我之前呢住的就是这一栋 Hack Road 11这边，这里 Hack Road 11。OK， 那么其实呢，我之前啦有一支影片，就是讲我第一次在新加坡租房经验的，所以里面也是讲了蛮多的，你们可以去那一支影片里面看了。这边我就大概跟你们讲一下，这里哦其实是通过 HR 找到的，就是那个 HR 呢，他在帮我找工的时候，他就介绍了我一个 property agent， 就找到这里，而且那时候租金很便宜哦，才240而已。然后里面也是有发生了很多趣事，你们可以去我那一支影片看一下。这边的环境呢，算是蛮幽静的，不会很吵。然后我记得我在这里是住了大概一年多吧。住了1年多过后呢，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啦，他也是要来新加坡工作。过后我们就另外租了另外一个地方，因为讲着这间哦真是不行，4个人挤一间房间，2个 double decker， 然后我睡上面嘛，蟑螂会爬我就受不了这样子的一个有点肮脏环境啦，所以我就决定换。所以我大学朋友一来的时候就讲哇，要不要一起住？我就立马就答应了。但是现在走回来这边哦，它其实没有什么变化，还是一样很干净整洁。在这里的所有的租屋啦，他们都会有去做这种 maintenance 的，做得非常的好。前面这个 area 哦，就是我每次放工回来啦，当我需要一个人啊，或者是跟家里打电话的时候，就会跑来这边。它算是一个 gathering 的 area， 现在在维修当中。然后有时候我也是会在那边绕来绕去，放工没有东西做嘛。然后后面那边呢有一个跑步道，差不多5、6点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在那边跑步了，看到吗？就是这边啦，这里就是跑步的地方，可以一直到尾巴那边去的。So 大致上呢，这里就是我第一次真正搬来新加坡住的第一个地方。我还记得第一个晚上哦是有一点小紧张的，现在又可以想回去那个当下的感觉啊。很记得的就是，因为我睡的地方是 double decker 嘛，而且是靠窗的，所以我一望下去就可以望到外面的街道，就是一种外地人来这边打工的心情啦，离乡背景的感觉。现在就去我的那间公司 ，Let's go。以前呢，我每次都是从这里，然后走到这边。等红绿灯，然后走去对面，再过到对面的一个 bus stop 去等巴士，然后从那里就直接去工作了。以前那里有江好哦，还有盖啊，哇！因为之前这边是没有的嘛，所以一定是从对面走过来，肯定会流汗的，是要去前面的 bus stop 啊。如果是下雨天的话，更不用讲，肯定淋到满脚都是雨。这一个是 SingPost， 我的人生中的第一杯贡茶就在这边买了，冬瓜奶盖。非常的记得，就是这个 bus stop 啦 ，Sim Avenue。所以呢，是我去工作的时候会在那边上巴士的。我通常呢会搭2号、24号巴士来的。这个Pangan Station 的这一间哦，也是我以前时常来打包的。那个时候啊，花米粉才快3000。经过这个红绿灯就到啦，就是在这个 area 的。到了。OK， 通常呢我会选择坐巴士啊，因为讲真的，坐巴士哦会快过坐 MRT。虽然是讲 MRT station 也是很方便啦，但是就多了2个 step， 所以坐巴士最快的。你们看到一个大前门，我跟你们讲哦，这边也是变化不小。So， 我第一次来到这边的时候啦，它的这边哦，长得不是这个样子的。以前呢，这里哦是叫做 Chai Chee Techno Park， 但现在呢，它已经换了，它已经不再叫 Chai Chee Techno Park， 现在叫什么我都不知道哦。是这个吗？应该就叫这个 ESR Business Park 了，Chai Chee。以前这里是叫 Chai Chee Techno Park， 也就是我以前工作的地方啊。2年半都待在这边，带你们去绕一下这边的环境。
啊，就是这边啊，跟你们讲哦，走在这一条路上哦是最熟悉的，给你们感觉一下，我那个时候在那边工作，每天要走的这个走廊。OK， 我应该要纪念一下，再次踏入这边，纪念一下啊！啊，对了，我突然又记回来了，在这个卡巴哦，就是我工作的对面的这一栋卡巴里面啊，前面那里哦有一个 food court 呢，正前方这边，可是我不确定它现在是有还是没有啊。我觉得应该是没有啊，你们看，黑黑的。OK，I guess 已经是没有了。时代变迁嘛，毕竟都已经是12年前的事情了。你看啊，如果是本身哦倒回来重游的话啦，才会有这种切身的感觉。所以我觉得重游是一件可以 recall 很多东西的一个 trip 啊。好，那么现在呢，就来正式给我们分享一下我大学毕业过后啦，在新加坡的第一份工到底是做一些什么。这间公司呢，它是 T 字头开始的 ，T for Tango， 也是一样的。我不想讲全名啦，因为担心会 touch 到一些可能对他们来讲是一些很 sensitive 的 topic， 但对我来讲是 OK 的。但我还是觉得不要讲全名比较好。你们懂的话，猜得到的话就知道了。所以我在这个 T 字头开始的公司里面工作呢，是 as 一个 customer service representative。那这间公司呢，其实它是叫做 outsource contact center。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听过啦，就是有一种公司哦，是专门去外包别人的 customer service 来做的。For example， 每间公司可能他们有他们的 customer service department call center， 就是一个 call center 的 environment。So 这间公司呢，它的客户群啦，那时候是有2大客户群，一个就是航空，还蛮明显的，如果你们知道的话，或者是你们是这一行里面的。另外一个呢，就是咖啡公司，对。就是这航空公司呢，跟咖啡公司，他们把他们的 contact center 外包给这个 outsource contact center。所以我进来 interview 的时候哦，是 under 航空公司的 project 的，这种叫做 project 啦，就是有很多 project 他们去收回来。我就是 under 这个航空公司的 project 进去里面呢，就是学航空公司里面的东西。所以我进到去了过后呢，大致上哦，原本啦，刚才不是有提到 voice team 跟 non-voice team 咩？其实 voice team 哦，就是接电话的 ，OK。每天都要接电话，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啦 ，average 哦，因为有 go through training 嘛，基本上啦，就是每天要接大概一个20-30个 call， 过后哦也是有提升到30到35、35到40之类的 ，blah blah blah。而 non-voice team 呢，就是做一些 back end 的，因为是航空领域嘛，所以呢接触的东西都是有关于到旅游的，飞机票啊，如何订票啊。然后如何去买机票啊，还有一些 redemption。有坐过飞机的时候知道，你去 travel 的话会有 point， 会有 miles， 基本上呢都是在管这些东西。可能我给个 example 会比较具体啦。打个比方，如果我要从这里飞去 Bangkok，OK， 我不知道怎样订机票。我就打进来，我就讲哦，我要订一个机票，来回的，从新加坡去到 Bangkok， 然后 Bangkok， 然后再回来 ，economic class 啊 ，business class 啊，或者是 premium， 又或者是 first class， 不一样的 class 呢，可以 redeem 多少个 miles， 多少个 point， 这些 point 这些 miles 可以用来做什么？可以来换东西啊，可以来换 voucher 啊，或者是 redeem 手表啊。那你看我这个手表就是用我的这个 mouse 来 redeem 的，就是接触这种东西啦。然后至于 back end 的话呢，做的东西哦，就是关于怎样去 issue ticket， 怎样收钱。因为你 issue ticket 的话，通常它前面的 voice team 啊，不可以 charge 这种 credit card 的，他们需要 create task 去到后面。就是给这些 non-voice team 去 issue， 就只有 non-voice team 才可以 charge 这个 credit card。而那时候哦，我 training 完了过后啦，我就被 offer 到去 non-voice team，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记得那时候是有2个人的，就是我跟一个女孩子一起 training 的，然后她很好啦，她知道我应该是没有很喜欢接电话的 process， 她就把这个机会让给了我。我记得她的名字叫闫妮，我不懂她有没有看我影片。这个哦是我在工作里面啦遇到的第一个好人，虽然我之后的那个 experience 没有很好啦，就是在其他工作，但是她是第一个让我觉得
出来社会啊，认识了人过后哦，还是会有好人的。所以他把这个机会让给我，我就一直在这里待了蛮久的，2年半的时间呢，就是 No Voice Team， 我才可以 survive。我现在想回去啊，如果我在 Voice Team 的话，我觉得我应该是不可以 survive 的。所以非常感谢他。如果你有看到这个影片的话，可能你可以 PM 我，因为我们其实还有对方的这个 Facebook 啊。那来讲一下日常的工作。日常的工作呢 ，for voice team 的话他们就是接电话。他们除了接电话就是接电话，如果是 call volume 不高的话，就可能会帮忙做一些 back end 需要 clear 的 task。所以在 voice team 所接触的东西啦 ，I mean for 这个航空的 project 啦，就是会接触到怎样去订机票啊，还有怎样做 round the world 啊。因为有这种环游世界的票嘛，然后要怎样去算它，怎样去定下来，怎样去 secure 那个位置，是蛮复杂的一个 process 的。然后还要知道这些 mouse 赚了过后可以 redeem 什么东西。当然要拥有的 skill 就是 listening skill、communication skill， 还有怎样去 handle customer 的 skill。基本上就是在做这些东西。而我在的那个 department 呢是叫做 ticketing department。基本上在这 department 里面那时候啦，只有少过10个人而已。因为 for 这个 department 就只有他们可以动 customer credit card。就是如果有 customer 打进来要订机票的话他们只可以把他们 credit card 拿下来，然后再 task 给我们。我们还要去 check 他们订的机票对不对，就是 voice team 他们订的东西对不对，有没有出错。过后呢，我们才可以 charge credit card。然后当然也是要会这些 rerouting， 就是我们所谓的 reissuance。一个机票原本是新加坡去 Bangkok 回新加坡，可能中途呢 plan 已经换了，然后我们就要去做一个 reissuance 跟 rerouting。然后算那个 fare difference 给他们，再 issue 一个新的 ticket， 类似这样子的工作啦。所以每天就是在做 ticket issuance 跟 ticket reissuance， 有分 commercial 跟 redemption。因为除了用钱来买机票的话，还可以一样是用 mouse 来买机票的。每天接触的就是这些东西啦啊，还有 refund， 对 refund ticket。现在又寄回来了。然后我记得那时候啦，如果在看影片，你们是 travel industry 的话，你们就知道还有蛮多个 reservation system 的。当时候呢，我进来这间公司的时候啦，用的是 Abacus。过后呢，因为这个航空公司他们 upgrade 了他们的这个 reservation system， 就变成 Amadeus。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学到了这些 reservation system 的东西，然后也学会了一些航空业里面的系统啊，这全部都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学会的。虽然是在一间 outsource contact center， 但是我学的东西都是 airlines 里面的东西。可是他们有一个 contract 啦，就是讲如果我们 resign 过后啦，我们可能要隔1-2年过后才可以去apply 他们那边的工作，就是我们没有办法一下子 transfer 去这个跟他们合作的 airlines 啦。他们有一个这样子的 internal deal 跟 internal agreement。Overall 我在里面的 career progression 就是从 customer service representative 变成 back end 的 ticketing executive 这样子啦。里面所学的呢都是单一 airline 的 system 而已。因为如果你是别的 agency 的话，可能你要会很多个不一样的 airline 的东西。以上就是我在这间公司里面的 daily routine， 每天要做的东西，还有在工作上所学到的知识。好，现在呢是下午12点半啦，先去吃一个午餐先。然后刚刚我突然间想到一件事情那时候我在里面工作了好像是1年多过后啊，在第2年的时候，他们就有 offer 我，问我要不要做 ticketing department 的 leader， 就是他们的 team leader。因为那时候leader 好像是 resign 还是怎么样，换了2个 leader， 然后也不懂是因为当时我太过 comfort 了还是怎么样，就是在一个很舒服的舒适圈里面不敢踏出去还是怎样啦，又或者是没有信心，我也不懂。就 reject 了，就觉得自己 handle 不来是怎样，就错失了一个可以升职的机会。现在想回去，觉得自己有一点不敢这样子啊！现在先去找地方吃个东西先，可能带你们去看一看我以前时常跟同事吃午餐的地方，过后再跟你们讲一下我在这间公司里面经历了什么。Let's go。对，我又寄回来一样东西因为我们是 outsource 的 contact center 嘛，我们就好像会觉得自己也是 airline 里面的 staff 这样子啦。然后我们去吃午餐的时候，我就会把一些地方就好像变成讲，这里就是 Terminal 1、Terminal 2跟 Terminal 3，pretend 自己在 airline 的附近做工这样子啊。这边就是我们所谓的 T1， 就在里面这里 Hawker Center 来了。过后呢，再穿过这个小走廊，前面就是 T2
看到吗？这边就是我们所谓的 Terminal 2。我以前呢是每次来这边吃炖汤的。现在呢，我要带你们去的就是 Terminal 3。这里哦是比较清静的，然后离公司会比较远一点点，要走一个大概5到10分钟以内的路吧。对啦，就是前面啦。前面这边呢就是 T3， 然后我记得哦，我在 last day 的时候，我跟3个比较 senior 的前辈啦在那边吃饭。最后一天的时候呢，我在这里跟 Alvin、Mike 还有 Janet 是我的 trainer，Mike 是我的 ticketing 里面前辈。Alvin 呢，也是我在 probation 的时候帮过我很多的。还有以前哦，我会跟我的 ticketing department 跟 refund team 的同事来这边吃这一档ayam penyet，应该是还有啊，诶，好像没有了嘞。3块钱的菜饭加1.6块的 dipping， 开餐。好，现在呢已经吃饱了，那么就来聊一聊我在这间第一间公司里面经历了什么吧。首先，可能就来跟你们分享一下人际关系。说其实呢，在这份工作里面哦，认识了很多新的朋友啊。那时候的阶段哦，这些同事啊，都还是可以一起 hang out 的，就是讲我们放工过还会去一起吃饭啊，然后 even 都 off day 啊，可能还会一起出去这样子。which 这些哦，是在我过后的 career life 里面哦，应该是不会发生的。那个过后再跟你们分享。所以我在这个阶段啊，人际关系算是还 OK 的，但是就是在1年过后这样子啦，开始发现到同事之间呢很难做朋友。当然在公司里面有很多那种好的leader啦，当然也是有机会可以遇到这些我口中所谓的坏掉的大人。虽然我现在也算是一个坏掉的大人啦，但是就希望在看影片的一些新鲜人，就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故事啊。我觉得哦，第一份工啊是给我很大的启发，因为我有看到一些很好的人在工作上的好像有些leader那名字我全部都记得 ，Sujan 啊 ，Nicholas 啊，这些都是很好的leader。不管你有什么问题哦，去问他们，去 approach 他们哦，他们都一定会answer你的。但是有一些就是我所谓的坏掉的大人 ，team leader 级的，当你去问他的时候，他就会问你 ，Last time you asked me before, right? Why you ask again？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 situation 啊，就是你问过了他1次，他就不希望你去问他第2次。我是觉得有一点太过偏激啦，因为讲真的 ，thousand time of practice， 你做一样东西，你只要练习上1000次，你就完完全是会了嘛。但是你们为什么不要给机会人家呢？更何况他是一个新手新来的，就给他们了一些很 negative 的感觉，看到这些东西，我是觉得不是很恰当啦。所以希望这些坏掉的大人，请你们真的是可以收一下你们的那言行啊，人际关系啦，会慢慢的变复杂化。For example 啦，我有一群 batchmate 的，就是蛮好的。该有讲到的那个让我去 non voice 让位给我的那一位，也是我的 batchmate， 在里面呢也是有一个比较怪一点的性格的啦。那时候也是有了一些新来的 newcomer， 日常中有一些铁他会觉得，诶，这个人很怪哦，我们是不是要疏远他？就会 group 起来。再想回去哦，我们 group 起来，然后配合他的那个 moment 哦，就真的是有点不太恰当啊，因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嘛，更何况是在职场上，我觉得那一段时期对他来讲可能会是一个很负面的 experience。在这边的话，我也不知道他有没有看到我的影片啦，有的话就真的是想跟他抱歉啦，因为那时候真是做了一些比较不明智的选择，搞到我们的这一段 relationship 没有很好。如果你要我去找他，跟他这样子讲抱歉的话，我也不懂去哪里找他，电话号码什么都没有了 ，Facebook 他也 block 掉我们了。至于其他的呢，都是上属跟下属之间的一些不好的经验。有一个leader哦，他也是很奇怪的，很情绪化的。有时候他开心的时候会跟你嘻嘻哈哈这样子的，但是有时候他心情不好的时候，他就What you ask again， 类似这样子的一个感觉，他也不愿意回答你这些问题之类的，你就觉得很无助。那个时候开始哦，慢慢学会怎么去防备别人哦。相信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我的心那个墙啊，慢慢的开始叠起来哦。我就对每一个人没有办法可以那么的开放，我开始没有办法可以真心诚意的对每一个人。但是那时候的 level， 你给我100分的话，可能只有
10% 会这样子，刚刚出到社会嘛，so 还是蛮单纯的。基本上呢，每天都还是很开心的去上班，不会想讲明天要去上班哦不开心，没有这个感觉，这个感觉是过后的工作才有的。这2年半来都是蛮 OK 的。接下来呢，跟你们分享的就是薪水这一方面。那时候我的起薪接近2000了，我培训过后就 confirm 了，变成2000多了。有时候他们会很需要人加班，然后如果你愿意加班的话啦，是可以拿到蛮多钱的。我记得那时候我真的是加满嘞，1个月加满72个小时 ，maximum 72个小时啊，就加班做task啊这些，拜六也回来加班，加到来可以有3000多。那时候啦 ，financial 的 status 是很 OK 的，单身每个月至少都可以存500到1000块，不夸张，真的。那时候的这些 expenses 全部扣掉过后，得算那时候可以做很多的 planning， 是存得到钱的，至少都有存一个500块新币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有存 EPF， 我自己去 EPF 存了好几年，真的。而且那个时候的物价吃东西都很便宜。现在呢，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那一个时期的身心状态。所以基本上那一个时期我觉得算是我在职场上的最佳状态，就还是有一点蛮单纯的，然后又有钱。那时候对我来讲是有钱的啦，因为单身嘛，也没有什么负担，我的整个状态是好的。那时候呢，进了 ticketing team 过后有一个叫 Robin 的 senior， 他是缅甸人来的，所以他就带我去跑 marathon。我人生中的第一次 marathon 就是跟他一起跑的，就是因为他而让我接触到 marathon， 我才会慢慢的上瘾。然后也可能是因为有持续运动，整个神经就是很 relax 的，而且在那个时候啦，就认识了鸡嫂，所以呢，在那个时期啦，是一个蛮好的状态的，每个月又可以存大概500到1000新币，又认识了鸡嫂，然后做的工作也还 OK， 也不会不想去上班的那种感觉。现在想回去呢，还蛮羡慕当时的自己，希望在未来日子里面可以找回那个时期的状态的自己。所以如果你让我对这份工打分的话啦，这个我会打8分，属于偏高的，因为 overall 整个经历是好的。好啦，那么现在就来直接做一个结尾吧。这一个工作里面呢，我收获了什么？收获了新币因为每个月可以存至少500到1000新币。还有收获了爱情，就是从那个时候认识鸡嫂。再来就是收获了在工作上的一些经验，知道 Airline 里面是怎样操作的，工作上、爱情上、金钱上都算是一个丰收吧。而不好的东西呢，就是开始慢慢了解到这些勾心斗角的东西，同事跟同事之间有时候很难可以做朋友，还有我的心房已经开始慢慢把那个墙角建上来了。但是我的印象中整个体验还是很好的，所以我才讲这份工作会打8分，没有像过后的一些工作变到5分以下。这个我还没有真正的去再重新的审视多一番啦，这个过后再讲。基本上就是这样子啦，这个就是我的第一份工作2年半。那么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分享呢，可以让在看影片你们得到一些启发。就好像我之前有讲了啦，我做这个系列是为了要重新审视自己，重新做一个思考，更了解自己，可以看到回想到以前做过的事情，审视了过后对我未来的一些 planning 会有帮助之外，也希望你们在看到过后可以有一些启发这样子啦。所以如果你们真的觉得这样子的分享不错，觉得这个系列或者是这支影片很棒的话，就给我一个赞。我们下一支影片见喽，拜。